歡迎來到新星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38歲趙麗穎生圖被瘋傳，其劉海造型被批又老又土，全身照引熱議。趙麗穎一個劉海又把熱搜給炸了。就昨天1月9號晚上，她不是為新劇《小城大事》搞線下宣傳嗎？結果好家伙，現場生圖一出來，全網都懵了。她頂着一個賊厚實的齊劉海就出來了，配上那身高定白色禮服，網友直接吵翻了天。一邊的人瘋狂吐槽，說這劉海是顏值封印器，把她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和漂亮的額頭全給蓋住了，顯得又悶又土，還有點夢回非主流。更有人說，這造型跟她身上那件時髦的銀白色棋盤格禮服完全不搭，看着特別扭，全身照簡直辣眼睛。粉絲更是氣得直接開麥，罵造型團隊是不是跟她有仇？好歹也是一線頂流，怎麼給弄這麼個造型？但另一邊呢，也有不少人覺得好看，說這個造型夢回知否裡的盛明蘭，又乖又少女，嫩得不行。還有人猜，這肯定是為了新劇裡的角色做的造型，是一種情懷殺。你說怪不怪？同一個髮型，同一個趙麗穎，咋就能看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感覺呢？而且啊，我翻了一下她工作室自己發的精修圖裡，這個齊劉海造型看着就挺靈動的，跟現場生圖簡直不像一個人。這修圖師和造型師的鍋到底該誰背？說真的，趙麗穎這張臉那可是公認的能打，都38歲了，高清鏡頭對臉拍，皮膚狀態依然能打，古相好就是抗老。她以前那些落額頭的造型，像什麼大光明盤髮、中分長捲髮，哪次不是被誇氣質好、大氣溫婉？可偏偏就是這個齊劉海，好像成了她的魔咒，每次弄都得上熱搜吵一架。早些年老九門裡尹新月的劉海，大家愛得不行，到了知否少女時期明蘭的齊劉海，評價就兩極分化了。沒想到2026年了，還能因為齊劉海吵成這樣。不光臉，她身材的討論度也一直不低。別看現在紅毯次次驚豔，其實她個子嬌小，腰偏長，比例上不算那種天賦型選手，接近55分。早期穿錯衣服的時候，這個缺點還挺明顯的，但她團隊現在可太會了，專挑高腰線的裙子，要麼是蓬蓬的公主裙，要麼是開叉的修身款，視覺上把腿拉得老長，再露出漂亮的肩膀和脖子，一下子就把比例給優化了。所以你看她最近幾年造型翻車的時候少，美出圈的時候多。這次鬧這麼大，我覺得真不光是劉海美醜的問題。你的看看她是為了啥弄這個頭髮？她這部新劇《小城大事》可不是什麼偶像劇，是央視8套要播的現實題材劇，講的是上世紀80年代農民建城的故事。她在裡面演一個基層幹部李秋萍，造型幾乎就是素顏，利落的短髮，看着特別接地氣。你想想，一個要演這種質樸、帶點土氣年代角色的演員，在劇播前一天，頂着一個可能被說土氣的厚重齊劉海出來宣傳，這不明擺着是在為角色服務，提前讓觀眾入戲嗎？這跟他去年那個被吹上天的復古港風妝造思路其實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戲。這也不是他第一次為角色折騰自己了。從幸福到萬家裡的農村婦女和幸福，到風吹半夏裡叱咤商場的女老板許半夏，她哪個造型是奔着美去的？不都是怎麼像角色怎麼來嗎？演員的臉和身體本來就是為角色服務的工具。這次這個劉海爭議背後牽扯的早就不只是好看難看了，那是觀眾對她過去盛明蘭濾鏡的懷念，對她當下轉型選擇的審視，還有對她能不能駕馭好新角色的期待。再說了，
現在對女明星也太苛刻了點，動不動就生徒審判，好像女明星就不能有一絲疲態，不能有一點不符合大眾審美的地方。之前她有個高奢代言，精修圖裡高級的跟奧黛麗·赫本被並列提起，結果動態視頻和生圖一出來，又有人說她動作有點土，狀態不如從前。這次也是，生圖被各種放大討論，好像她必須時時刻刻保持360度無死角的完美，這壓力也太大了。她是個演員，又不是個假人模特，所以啊，看來看去，這場劉海風波更像是一場大型的誤會。大家拿着評判時尚偶像的標準去衡量一個正在進入新角色的演員，他可能壓根就沒想在這場活動裡爭奇鬥豔，他只是想告訴你，看，我是李秋萍了。至於美不美，土不土，或許從來就不是他當下考慮的第一位。2. 小城大事今日開播，趙麗穎、黃曉明攜手造夢。今日，根據朱小軍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改編的電視劇《小城大事》正式開播，於19點30分登陸中央電視台電視劇頻道、騰訊視頻全網獨播。20世紀80年代初，平川縣為了加快發展，決定設立粵海鎮。李秋萍與鄭德成兩名能力及個性突出的幹部，秉着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理念，借助改革開放政策和中央1號文件，找到了改革的辦法，帶領成千上萬的農民，在沒用國家1分錢的情況下，以集資合夥的創舉，在灘塗之上建起一座現代化的城市，幾十萬農民的生活因此得以改變。小城大事不止於講述一段粵海建設的發展往事，更以這幕平凡的小鎮故事折射出時代浪潮下城市發展變遷與個體命運的緊密羈絆。清洗熱血畫風。昨日片方在上海舉辦了媒體看片會，從超長片花來看，這個奮鬥故事講得輕盈有趣，可以說全劇是以逗趣暖心的敘事節奏串聯起了粵海建成的核心脈絡。導演孫浩曾打造《慶餘年》系列《誰是兇手》等口碑佳作，擅長以細膩筆觸刻畫鮮活立體的人物群像。他說，這是一個傳奇、真實還具有夢幻感的故事。劇集氣質和風格並非苦大仇深，而是希望通過清洗元素的加入，以甜的方式表現苦，在感受到生活的喜感和艱苦後留下反芻時間，進而體會到強大的精神內核。導演還提到，全劇用了大篇幅來刻畫城市經營，集中體現了如何轉變人們觀念，突出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兩手抓的過程，而支撐這群領導班子的力量就是為人民服務。這是一件充滿理想主義的事情，精神上的力量會比現實的物質更強。雙引號，照見時代脈搏。劇中，無論是懷揣理想的幹部群體，還是渴望改變生活的創業者、奮鬥者，不同身份、不同職業的造夢者們皆主動投身於粵海的建設浪潮中。他們的拼搏與堅守，不僅見證了一座城市日新月異的崛起歷程，更傳遞出以奮鬥精神創造美好生活的正向價值導向。這是在任何時代中都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稱道的是，劇集對女性角色的塑造也突破了傳統框架，賦予了她們獨立、清醒且充滿力量的時代光彩。基層幹部李秋萍無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她並非符號化的女強人，而是一位兼具了理想情懷和實踐理性的知識女性。她的奮鬥源於對家鄉發展的堅持，對自我成長的追求，以及在複雜情境中敢於打破成見、承擔責任的勇氣。同時，朱媛媛飾演的高雪梅也完整呈現了一位女性如何憑借智慧與韌性，在充滿挑戰的商業領域開拓天地的歷程。同陸客攜手並肩。開播預告中，李秋萍新官上任便遭遇重重考驗，面對挑戰，她始終見招拆招，從容應對。
李秋平與鄭德成看似理念衝突、針鋒相對，實則心往一處使的磨合與並肩成長，成為全劇的最大看點。李秋平講究規則程序的新思路，撞上鄭德成充滿民間智慧的土辦法，火花四濺的碰撞貫穿始終。一句跟我說有用盡顯李秋平身為粵海鎮長的決心與底氣，而鄭德成的回應我們是挨在一起的，更道出了基層幹部同心聚力的赤誠。對此，主演黃曉明談到，鄭德成和李秋平最大不同是，前者來自基層，是從實踐中積累經驗，而後者是從理論再到實踐。雖然一開始因為認知不同會有分歧，但他們辦事理念是互補的，在不停的磨合合作後，最終建設成了粵海。趙麗穎則提到了同路客三個字，她說這甚至是比友情、愛情更升華的一種並肩作戰的情誼。兩人從競爭對手到產生默契，在相互學習和交心的過程中產生信任，他們是在共患難中成長。可以說，兩人在共同理想的驅使下，在朝夕相處間，變成志同道合的同路客。